我们以现在人的身材比例呢，来完成1/2的板片。这一条是挂脖的一个颈带，这个是腰带，它有2片，这是腰带。接下来，这是我们的后片跟我们的一个前片，就是这2个。那基本上面呢，后中心，然后我们的左右，左右，到时候挂脖的这个带子从这个地方穿过来。接下来这个是蝴蝶结的这个部分，那这边这2片就是这边这2片，我们呢各自放在这位置上面皱起来，然后因为它各有2片，完成了以后呢，会放在下面的这个裙裾上面，一片呢放这一片，另外掰过来是放在这位置上面，所以这个呢是蝴蝶结部分放在裙裾的位置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这个的板片呢是比较大一点，呈现在这个位置上面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是，书中呢没有交代出来的就是这个角度，那我们特别呢做了一个这个位置的一个贴边，上面呢放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放在这位置上面，然后让整个的剪接上面这个出处呢，它是会比较没有瑕疵的。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板片完成的情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试着呢把3个部分的板片呢，把它完成以后呢，再跟各位做报告。我们完成了胚部的式样，有上半身的部分，有蝴蝶结加裙裾的部分，有底层围裹式的裙子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先从底层围裹式的裙片跟板片跟各位介绍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后中心，低点对低点，然后呢我们往右来看呢，这是E点，到 H 点中间 G 部分呢是我们的整个抽皱的裙身。那往右的部分呢，E点对E点，然后呢 E 到 H 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抽皱的一个部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 N 点的这个部分是我们这边 N 点，我们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呢，这边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贴边，让在收尾的时候呢更加的完整。那从E点呢到尾部的这个地方是松紧带的这个部分，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围裹式裙子的这个部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蝴蝶结加裙裾的这个部分。这是完成的蝴蝶结跟裙裾的这个部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，蝴蝶结的一个板片，在腰头的部分呢 ，D 对 D，I 对 I，E 对 E， 然后在蝴蝶结的底层 ，J 对 J，K 对 K，L 对 L，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板片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它组合完了以后呢，是成这个形状，这边呢是我们的E，这边呢是我们的D点，当我们完成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，2片蝴蝶结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这是我们的裙裾的部分，裙裾的部分呢，E 点对E点，D 点对 D 点，E 点对 E 点，这个呢是整个的蝴蝶结的加裙裾的一个结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讲上半身的这个部分。现在这是上半部的胚衣完成，有颈带、腰带、后片、前片。那我们跟书中呢做了一些小小的变革，在 F 这个位置上面的切口，我们换在斜边上面留孔，以方便呢腰带上面的一个穿过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板片，这是后中心，这是斜边，这是 F 处的留孔的位置。A 点的部分呢衔接着颈带。B 点的部分衔接腰带，要特别注意的是 H 点、E 点跟 D 点的位置，以方便裙身片的一个衔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半身跟裙身片的组合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蝴蝶结式跟围裹裙的部分组合在一起。D 点对着 D 点，两边的 E 点各对着两边的 E 点，固定住以后呢，缩缝
与上半身的 D 点跟 E 点还有 H 点对 H 点组合在一起，这样子即完成了我们的配衣。现在我们组合好了以后呢，在1/2的人台上面我们来试穿。